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早上因为想欣赏一下，早上一早啊，想来欣赏一下这个普吉岛最美的这个风景嘛，所以跑到这里来坐一坐，顺便就是讲一段片子。因为这条片子呢，我是想讲一下这个各国的移民政策，最近有不少的改变。曾经啊，我也拍过这个海湾啊，这个普吉岛的海湾，真的，你来了一次还可以来第二次，我觉得这里下面很多人都在那个划这个卡雅啊，就是我经常来钓鱼的地方啊。其实这个地方真的美，很多人都在这里划船啊。这里很多的就是他们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小游艇啊。小游艇经常就是说会在这里就是载客，然后载你就是到旁边的那个海湾啊，旁边的那些岛屿啊那边去玩啊，然后他们开着那个巨响无比的那个音响啊，这个音响下午有时候来的时候开到那个声音响到你就是整个海湾都听得到啊，放着音乐对吧？载着人浩浩荡荡的，载着那些游客浩浩荡荡的就进来了啊，就回来了。早上一早呢，他们就从这里出海了，很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那边呢有一些豪宅啊，我给你们看啊，对吧？那边有一些豪宅，那个地方是不能进入的。这边呢是一个宾馆。从这宾馆上面只有一条小路，然后就可以进入这些豪宅。这里是面向印度洋的，很漂亮的，这里确实很漂亮的。身临其境的话，在这里感觉真的很美的。现在像他们啊，就是他们这个生态环境都做得比较好，都很干净。普吉岛这里啊，就是这点好。现在就是说，它生态环境越做越好了，而且泰国人会下来捡垃圾。而且是自发的，并不是就是说什么政府的什么专门扫垃圾的人员啊，他们是自发的，会到各个海滩去捡垃圾啊。我有个朋友就是的，经常去捡垃圾，就是把那些瓶瓶罐罐啊，有游客丢下的东西嘛，就是把它捡一捡，然后就收在包里面丢掉，对吧？这一点我就觉得人家，你想想看，连泰国人都那么爱护自己的这个环境。到了这里以后，你也就其实你就感受得到啊，路上都是很干净的啊，不是那种你说这个落后国家这个地方怎么样，对吧？你当然曼谷会比较脏啊，但是在普吉岛，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确实很干净的。你看这么荒郊野地，以前每天有很多的游客在这里的，都是来看这个海景的，但是你觉得一点都不脏？我觉得不太脏，有点小垃圾。但是现在他们很有环保意识，把这种小垃圾啊什么也都剪掉了。这里呢，我们要感谢一下这个李脸他给我提供的这个关于法国的信息啊。我不是做中介的，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做中介的，你们千万不要来问我什么询价什么的我不是做什么中介啊，什么留学啊什么的，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啊。法国的这个移民政策已经有明显的转向，就是自从这个以巴那个就是巴勒斯坦那边在闹了很多的这个游行以后啊，在欧洲各个地方很多游行以后啊，现在就是各国对于这些就是移民也好，留学生也好，对吧？各国的这个措施都已经又上来了。从这个法国这一点呢，我们能看得到了，就已经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就是11月14号的出台的这个一个移民政策，就是说针对于难民呢出台了一些这个政策啊。政策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主要是
以前呢是因为欧洲劳动力紧张，对吧？劳动力紧张就也可以引入更多的就是难民作为劳动力。现在这一条法案已经被取消了啊，这条法案被取消了。那么然后呢，就是说医疗补助的计划，包括你到法国来生小孩什么的，你来生孩子什么的，将有更加严格的一些控制啊，有一些更加严格的控制。所以法国针对于这个现在的这些来的难民，以前都是有医疗补助计划的，包括3个月之内啊，3个月你待了3个月以后，他会给你一个就是公益的那个医疗计划，现在也已经被取消了啊。包括你要生小孩啊，你跑到欧洲来生小孩啊，这个都不会在这个计划之内了。第三个就是收紧了很多的这个补贴津贴。以前你到欧洲来，特别是到法国来，你是穷人，对吧？你有很多的津贴啊，我跟你说，它津贴多到什么程度啊？以前啊，包括我们去滑雪是算是一项是比较贵的那种就是节目啊，他们都有补助你。我上一次见到一个马里来的一个非洲人，他说我刚从马里来，政府送他2张滑雪票，让他可以到阿尔卑斯山顶上面来滑雪。你想想看，这个有多夸张啊！一个难民啊，就可以跑到阿尔卑斯山的这种很高级的滑雪站啊，来滑雪，就是来参加跟你们同样的活动啊。这个就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了。他们不单是有这种补助啊，这个是我亲身经历的啊，因为他是跟我们住一个房间的啊，他就是说他是从马里来的，从来没有滑过雪，这次政府送他来滑雪。你想想看多夸张。第4个就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申请政治庇护的，你别想来了。政治庇护，你是因为某种什么事情你要来申请政治庇护，退党啦什么的，乱七八糟的这种政治庇护啊，给人家迫害啊什么的啊，一经拒绝马上遣送回国，很厉害的，这一招很厉害的。还有一个法案就是说13岁之前啊，以前还有一个法案的13岁之前你是来到法国可以直接申请法国居留，法国的这个国籍现在也已经被取消了。还有就是他配偶，你难民的配偶，你那个配偶你来到欧洲，你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是直接能够拿到法籍了啊，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拿到居留了，还不是法籍啊。所以这个法国的这个移民政策改得很厉害，改得很严重。所以我就是说趁这个时候啊，我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啊，把这条消息先告诉大家啊。这个只是法国的一方面啊。德国方面呢，就是说把很多的人啊都已经遣送，就是说很多的没有身份的人啊，他们正在启动一个遣送计划，好像我是听一个德国朋友说的，也是一位粉丝，他跟我提供了这条消息把他们遣送回去。还有另外一位粉丝也是为我提供了一个消息，就是说俄罗斯不是乌克兰在打仗嘛，他们本来全家申请这个奥地利的奥地利的现在是基本上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呢？乌克兰人太多了，乌克兰人也是难民啊，他们是会先为乌克兰人，就是说让他们先就是申请那个移民，把其他的移民就是无限期延后了。你说事情多不多啊？最近美国也是出台了很多新的法案啊。美国这个是我的事情了，就是我本来是美国签证嘛，现在要重新去办一下签证，重新填一下表。而这个表是我在前2年填的时候就只是需要提供一些你这个人的这些信息啊，什么内容。这2年不是了，这2年一定要把你这个宗教你参加过什么团体，你有没有组织过什么活动，每一项都要填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关于宗教类的有没有参加过迫害过小孩，迫害过那种这种什么集团啊什么的，对吧？有没有参加过什么集团，你都要写得清清楚楚。这个美国已经是移民，一看就知道移民政策是无限缩紧啊。所以你如果办理美国签证的话，也已经会比以前难的很多了。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就像我当时说的以巴战争啊以后啊，巴勒斯坦人就是很多都是难民啊，跑到全欧洲，包括美国各个地方啊，都来游行啊。现在游行你好了，你游好了，把所有的移民都害惨了啊。因为你游好了以后，其他的人他们都是无限制缩紧，就是移民政策改变不是改变你一个人的，你改变的是整一个，就是说整一个所有的这个群体啊。一个国家对移民政策不可能说只针对哪个地区的人啊，当然它有一些小小的调整，但绝对不是针对每个地区的人。所以这个移民政策一旦改变了啊，然后你们会觉得这个是，如果你是要移民啊或者来签证啊，变得非常难。特别是现在中国也有大量的人啊想逃到欧洲啊、美洲去，所以这个政策就变得很难了啊，就变得很难申请了啊。所以说，你说对我们没有关系，那绝对是假的啊。对我们关系很重的。你比如说你现在想办个申根签证到欧洲去啊，就是先要问清楚你是不是参加过任何的团体啊。你比如说是党员，也不是那么麻烦了这个事情，对吧？美国呢就是更难了。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移民政策的改变啊，已经是可以说是不能说180度，也有120度的大转方向了啊。哎呀。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觉得应该快点告诉大家，因为他已经发给我，这个Lilian他已经把这个法国的这个移民政策发给我，发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讲，你知道吗？一直没有机会再讲。但是我看看这次美国的补办这个美国的签证所要填的表格，远远就超出了就是原先的那张表格的就是范畴啊，包括你的亲人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倾向，有没有什么宗教倾向啊，什么都要填。你会发现啊，这一次我来，这个俄罗斯人实在是太多了啊。上面这个亭子里面啊，它是一个像观景台一样的一个亭子，全部都是俄罗斯人，他们甚至在上面用俄语在交流，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小看啊，俄罗斯人很有意思，现在是没有地方可去了。只能到普吉岛来。你说到海南岛去，他们觉得这个生活啊什么都没有这里舒适啊。但是所以说到普吉岛来还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对他们来说啊。而且他们不是说真正的很没有钱，他们也是发展了有一段时间了，也是有钱的啊，整天在这里。现在等于说是普吉岛像他们老家一样的。到了冬天的时候，成群结队的俄罗斯人都跑到这里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机票买不到的原因啊！因为这次就是说坐飞机过来，这个人口够多的，我跟你说，全部都是就是清一色的白人，但是他们是俄罗斯人，并不是说英美的人啊，在普吉岛其实不多了。我觉得真的不多了，就是有几个老的那个法国人啊，就是常住在普吉岛的。因为你也知道我在这里有一个房子嘛，所以这些人啊，我上一次来都看到就是这几个人在酒吧里面坐着，就是这几个人，这次来还是这几个人都认识。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是旅游区啊，但是它也是一个居民区啊，很多人住在这里。生活成本呢也算可以，对他们来说不算高，对泰国人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不高的。我换了个地方啊，刚才上面实在是太晒了啊。普吉岛你要知道，这个太阳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我到了山下来啊，山下也是很美的环境，这里有个大湖，这里叫做南韩 Beach 啊，南韩 Beach 啊。这里大湖的外面呢就是沙滩，沙滩外面就是躺了无数个人了，已经躺了无数个俄罗斯人了。现在是每年的普吉岛这个时候呢，以前都是欧美人比较多嘛，这个风很舒服，你听到风声没有？
那个以前的欧美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里啊，现在呢就是普遍来说，俄罗斯人占大头，是大头中的大头。那欧美人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多了。其实欧美人已经少了很多了。以前这里普吉岛的欧美人其实是最多的，现在法国人有美国人，美国人不是很多啊。然后有其他国家的欧洲人还是挺多的，是吧？但是俄罗斯人绝对是现在占据了这个来普吉岛的大概有70%-80%，我觉得啊，游客当中啊，有70-80%，有那么10%可能是中国人。中国人现在明显少了太多的中国人了。那么俄罗斯人呢是个什么情况呢？其实这个俄罗斯人啊，我现在不太待见，因为我这个房子啊，就是租给这个俄罗斯人的。哎呀，所以说很多包括泰国人啊，泰国人都不太待见这个俄罗斯人，为什么呢？事情特别多，无理的要求也很多，然后你也真的得跟他翻脸了啊，他没事，就没有要求了。你如果就是说好好的对待他们啊，就跟欧洲人这样去对待他们的话啊，欧洲人是很识相的，就是说有些事情我要求你了，我会付费用给你，我会给你一些服务费啊什么的，对吧？这个都很识相的。但是俄罗斯人绝对不会给啊，所以说这里的泰国本地人啊，因为我认识不少本地人了，现在他们都对这个俄罗斯人就是说普遍来说是并不是特别好的印象，就跟中国人一样的。你说人家对中国人印象是特别好，没有的，没有说特别好，有一些只是不差，就是对中国人的印象不差啊，还可以，对吧？但是对中国人印象不好的大有人在的无理要求很多，比如说这里就是要给他换床单啊，要洗床单，哇，好吵啊！哎呀，我换个地方啊。比如说啊，这里比如说洗床单啊、换床单啊什么的，都是需要费用的，都是你要叫人来服务的嘛，对吧？你比如说你家的床单你不想洗了，你的洗衣机又放不下那么多的床单，那么你如果你要求更换床单，你不是要有一些费用嘛，对吧？他就会提出这个要求来，然后到时候费用不给你，他说这个是应该你给他服务的。就是这种事情特别多啊，这只是一个举一个例子啊，并不是说就是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很多的俄罗斯人跑来，其实他们是不懂规矩，不是也不一定说是他们不肯付钱，他们都很省，因为可以说是他们那个国家里面出来的人嘛，跑到这里这个泰国来旅游，现在的物价有那么高，他们都很省，就跟以前欧洲的老外来，欧洲的老外都是老头子老太太，对吧？来，他们都很有钱嘛，一生的积蓄了不少的钱嘛，所以就不至于就是说很抠。但是俄罗斯人来呢，就是说服务什么都要，对吧？你能服务的最好还给他带按摩了，租个房子最好还带按摩，对吧？能服务的什么都要，但是呢，你要叫他付钱呢，想都别想啊，就是这么个感觉。然后呢，那个房子的花园呢，不是整天要打理嘛，那么我们是约好的，每个礼拜三就是约人来专门就是打理花园啊、游泳池啊这些的，对吧？他总是到了礼拜三啊，人不见了啊。那么你约礼拜四，他到礼拜四人不见了。我是搞也搞不清楚，就是所以说，这个就是打理花园的人啊，就3天2头就是给房东打电话，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花园打理不成了，啊，因为呢，人家不肯留钥匙给他们，照理花园钥匙就是房子的那个花园的钥匙呢，你照理是应该留给这个清洁公司的，然后人家进来帮你打扫，打扫完了就结束了就走了，然后这串钥匙呢，整天就是不见了。整天就是给俄罗斯人就拿走了呢，他也不跟你说一声，
那么就是服务的人要来给你服务了，结果发现就是门打不开，那么就要打电话给我了，打电话给我就说，哎，我发现你们这里门打不开啊，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就是清理花园啦，或者清理游泳池啦，啊，能不能麻烦我联系一下这个房客，把这个钥匙给他们，对吧？然后嘛，我就还每次，因为这个东西是天天发生的，经常发生的，一个礼拜要打扫一到两次嘛，一直在发生的。我刚开始的时候租给俄罗斯人，那个时候，哎呦，我那个心啊，真的是心力憔悴啊，三天两头我就像个电话接线员一样的。三天两头就接那个打扫卫生公司的电话，说没有办法打扫卫生，能不能就是叫我通知他们，就是说能不能赶紧的啊，帮他们这个联系一下这个房客。我三天两头接到这样的电话，你说看，我比如说我在欧洲，老是接到这么个电话，你说烦不烦？后来我真的生气了，我就跟俄罗斯人说，你要是不要他们来打扫了，我马上就是叫他们不打扫了。从此以后不来打扫，或者你就说你留着这个钥匙，每个礼拜三如果人家进不进来，他就自己回去了，就默认为这次打扫就不打扫了。好了，这个事情就没了啊！你不翻脸他是不行的。上一次也是的，就说好像是漏水也不知道什么，对吧？说房子有漏水，不是空调有漏水。那么空调有时候泰国这么热，对吧？空调有时候就是它冷气冷的时候，碰到热气的时候，它不是有那种有那个水雾产生嘛？它不是产生水雾嘛？那么你窗子又没关牢的时候，空调上面就有一层水雾，这个是去不掉的啊，去不掉的。有时候会滴那么一滴水、两滴水，它并不是说空调这排水系统坏掉了，是空调是好的。好了。天天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不来服务，对吧？空调有漏水，然后我请了几个人去看，那个空调都是好的，就是说他一开着空调再开窗，那么所以说空调上面有点渗水，那么人家就跟他说了，你把窗关了就行了。完了还是整天在吵，就说空调有漏水没办法服务。我那空调是崭新的啊，就找这种事情，然后怎么办呢？我没办法，我就说你爱住不住，你不住你就赶紧滚蛋，对吧？马上有房客，因为我租的房子那个价格还是比较良心价的，马上就有房客来接替你。好了，就是这句话说完，我通过中介，我跟他说你爱住就住，你不住那你就别住了，对吧？我们无所谓的，你现在我们就直接取消合同，空调漏水你自己想办法去。马上一个屁也不放了，一声都不响了啊，然后再也没有要求了啊，不停的有要求。所以说我也是这一次算是经历了这个俄罗斯人啊，包括这一次啊，浴缸都给他拆下来，他说浴缸有漏水啊，又派人去那个叫什么来着，去那个房子里面，我这个泰国的这个房子里面，把浴缸都卸下来。这个浴缸是捂在水泥里面的，就是在埋在水泥里面的，把水泥给敲了，浴缸拿出来看到底有没有漏水，没有漏水，然后再放回去，又花了不少钱。所以说哎呦，你如果碰到俄罗斯房客啊，你真的是要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对吧？要把丑话全部都说在前面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不管的，对吧？你现在看好了这个房子，你要租就租，你不租那你就不要租。所以这次来我也是跑到这里来，也是给他解决一些问题来的，不然的话我跑到泰国来干嘛？哎呀，这个可恶的房客啊，我真的是我也没有办法说了，要是合同签好了，不然的话最好就是说俄罗斯人以后那真的是对不起了，我要加价了，因为我得把这些成本全部都算在这个里面，包括我比如说飞机飞一趟飞过来给他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都是成本啊，对吧？我从香港飞过来，再飞到普吉岛来，飞完普吉岛然后再回去，那不是成本嘛？还得要住宾馆呢。所以说啊，这种事情，有时候你碰到一个好的房客，真的是修来的福气啊！我上一次碰到一个英国房客，
对吧？人家那个猫把那个沙发给抓破一个小洞，对吧？它就走了，它不知道，它就走了。那我跟他说，你看你家的猫把那个皮沙发抓破了，对吧？你看怎么办？那么我们已经 check out， 没有那个任何的那个押金在那里了，对吧？你知道吗？那么人家赶紧把我这个损失，这个沙发的损失，直接就打款打给我，就说你再去买个新的沙发，是我们不好意思了，对吧？那多好啊，很有信誉，你知道吗？啊，跟这种人打交道，你就是说他知道的，有些事情他要叫你去办理，对吧？他要叫你去做，他是要给一些费用的，因为会产生很多费用在。他要么就是没事，他自己能解决，他就自己解决。你碰到同样都是白人啊，俄罗斯人，你头疼了，你真的头疼了，事情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在这里，你说俄罗斯人真的是。在普吉岛这个地方啊，他们都很熟悉的啊。租给俄罗斯的人的那个房价，普遍来说都比较高啊，因为人家把成本打在里面了。这个也是我的失误，就是说没把成本打在里面。所以这个房子啊，出租的话，哎呀，你有时候有点吃不消，那倒是真的啊，真的有点吃不消。经常是说房子嘛租掉了，给你搞一趟。比如说什么东西坏了，你重新修一下，把房租全赔进去了。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是发生了很多次，经常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劝大家，就是说你在海外买房子，一定要了解清楚，就是说你把这个房子如果作为投资用途啊租出去，会怎么样啊？会不会碰到这种问题啊？今天的视频呢就录到这里了。反正风和日丽啊，我去喝咖啡啊，吃个面包什么的。在这里呢，就是西方人的东西是特别多的。意大利的披萨也烤得很好的，就不比意大利差。有无数的法国人在这里开法国餐厅的，价格是高的，但是呢，他们的菜肴啊什么的都是正宗的。泰国这个地方也算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特别是这个普吉岛这个地方啊。消费是高的，但是东西确实是好的，也没有什么这种就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反正谢谢大家的观看吧，希望你这个点赞跟订阅啊，我很久都没有说这个话了，点赞订阅，然后什么小铃铛啊什么的，对吧？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那倒是真的。我现在在儿童乐园，拜拜。